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吴征发言人周怡轩秘书长，费鸿泰委员、岳元之委员、殷南京小姐。好，伊朗，哎呀，还在打哈，说停啊，说停啊，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伊朗又射了弹道飞弹去打约旦的美军基地，因为美国在中东有5万个美军，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基地哈。那革命卫队说已经把3架 F-35摧毁掉。我昨天一看到这个新闻我就很气了，我们想买 F-35都买不到，那一下就炸掉你3架哦。那美军说没有，乱讲，说伊朗打来的所有的飞弹、无人机都被拦截了，哪有打掉我们3架 F-35的这个战机啊？那另外呢，因为美国在海湾就中东这些国家的基地一直被伊朗去打，所以呢，美军现在移防，飞机呢移到以色列，从以色列起降，反正以色列不怕你打哦，已经也打习惯了哈。那另外，沙特阿拉伯要对青年运动展开军事行动，因为青年运动在红海那边有控制了哈，所以呢，组织海上防御联盟，有14个国家，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大家一起力挺。哦，所以要维持这个，哎，你总不能核武子还是要搞啊，红海搞啊，哦，那受不了啊。所以呢，埃及昨天也第一次被攻击啊。那有这个2艘船，一艘是美国的，一艘是希腊的天然气船被炸啊。另外，川普宣布达成协议，说哈马斯答应全面解除武装，以色列要从这个那边撤军啊。哇，这如果是真的是这个蛮重要的消息哈。但是说以色列还没有点头，所以呢，到底以色列撤不撤军，哈马斯到底呢是不是解除武装，现在还是未知数了哈。那另外呢，以色列用700吨的炸药去轰炸黎巴嫩，要摧毁真主党的秘密的地道啊，所以呢，以色列在那边打过来打过去哈。那另外呢，这个他打了黎巴嫩，以色列总理还撂重话说，谁敢伤害以色列，就会遭遇到极度强烈的报复。我们看一下，这是在伊朗西南部的城市遭美军弹道飞弹攻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美军战机的轰隆隆跟爆炸声此起彼落，火光再度照亮伊朗夜空。29号晚间，美军从科威特基地对伊朗发动第2波攻击，发射多枚飞弹，让伊朗南部城市阿巴丹、布希尔、阿巴斯港还有基什岛都发生爆炸。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重新发动强力空袭，是要报复前一天伊朗先打破停火，袭击约旦的美军基地。All 5 rockets were knocked down to the ground, but they nevertheless took a shot, so it's our turn. We're going to b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仿佛烟火秀轰炸是美军首度联手沙烏地阿拉伯，针对两伊边境精准打击，造成当地民兵组织的据点烧成一片焦黑。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是伊朗支持的准军事组织，在美沙联军报复下，超过50人死伤。因为沙烏地阿拉伯已经受不了能源设施遭伊朗侧翼与无人机破坏，而伊朗方面明显正动员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组织，共军的前卫1-2监射飞弹。路透报道，伊朗将在数周内收到300枚到400枚向北京购买的监射防空飞弹发射器。伊朗非常有可能在针对美军战斗机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使用多种防空火力。然而，若习近平真的背后偷偷支持伊朗，美伊战争势必升高成美中较量。会员。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已经满5个月了，2月28号开始了哈。这5个月下来这个目前大战没有哈。光看今天这一则新闻呢，到底美国有没有3架 F-35被摧毁？两国的讲的新闻都不一样，台湾的媒体报道也都不一样哈。所以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可以很明确的讲说，大战没有了哈。如果美国真的要报复他直接去炸他这个伊朗唯一的石油输出港嘛。但是把炸那个是，如果他真的把它惹火去炸那个就好，那是一个指标很显然，美国跟伊朗现在在谈判也不是很顺，所以大战没有，小战不断这是这个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小小的一个结论
那美国现在从这个战争到现在打了整整5个月哈，从2月28到7月28，今天是7月31号哈，满了5个月了。这5个月可以看出来几件事情，美国没有那么强。啊，美国没有那么强，没有强到说，哎，我在全世界说我要干嘛就干嘛，你这个国家就会被吓破胆。很显然这里面没有哈。那美国又被2个这个掣肘，一个是期中选举要到了，第二个全世界尤其美国的 CPI 就是物价指数都上涨，很多国家都受不了了，再加上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战争呢，我是觉得彼此小战会不断的哈。最后希望我在猜的，在美国期中选举之前会得到一个结论啊。但是这个是不断的被骚扰哈。如果说现在石油还不是很顺畅，石油的价位线不是那么高的，但是维持在还到80几块啊。各国尤其是美国期中选举快到了 ，CPI 啊没有办法往下降，是不是要升息？这个争论不断哈，这个对美国期中选举对共和党是不利的。但是我是觉得很快就应该会有一个结论下来。叶伟，就是大家就在想说这个美伊到底要打多久了？那有的人讲说会不会伊朗故意要拖到11月美国期中选举之后嘛？因为现在美国国内其实有2种压力嘛，一个压力是它经济的压力，通膨嘛，第二个是就是美军其实在这一次的战争是有死伤的，然后他们最近五角大厦就是国防部其实陷入一个争议，就是他们刻意要去淡化那个死伤的严重性。比如说呢，讲说啊，有一些人只是轻微脑震荡啊，95%很快就回到工作岗位。然后川普呢，他也在他的社交平台发布啊，就这一次的战争去跟其他战争的比较，就是说啊，其实比较起来也没有比较严重啊。譬如说，他说像阿富汗战争20年有2000个死亡，这一次4个月只有18个人死亡。但川普越这样讲，其实美国国内反弹力道是越重，因为他们认为说，你打这个伊朗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可以得到什么？那美军有没有白白的牺牲？所以实际上，美国国内压力对于川普来说是蛮大的。那我觉得伊朗也有利用这个，就是故意在拖啦。那现在看起来，其实最近因为美国对伊朗发动了一波攻击嘛，美国宣称说攻击了数十个点，包括什么无人机的基地啊，然后飞弹啊，军事指挥中心，所以看得出来，其实伊朗他们是去中心化的军事部署是好像很难被美国整个摧毁，所以他们的背对称作战呢，其实还做的还蛮不错的。然后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还要多久，就是感觉上可能还会再拖一阵子。来，宇修秘书，我大概是这样，看起来是失控的赛局。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打到现在，陈福费委员刚刚讲，小战不断。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感觉上就是大国博弈的代理人化，那代理人的战略大国化，那它直接冲击的其实是全球的能源跟大宗商品的供应链。那像还包括航运费的定期的飙升，然后大家没得绕，只要绕去好望角，谁几零他多少零，这个都变成常态化。所以我觉得。看中东的状况，我想到的其实是国内的状况，就是我们其实高度依赖进口的能源，跟站在那个全球的贸易链。其实这件事情应该是对于台湾或对中华民国来讲，是除了台海的状况之外，大概这半年以来，其实不论是股市或相关的，譬如我举个例子，譬如说我们曾经在节目上一直在讨论我们的这个天然气的安全存量，那这个东西其实跟这场战争其实也有高度相关。不过另外一个看点是这样啦，就是说，我一直很关心美国的期中选举。我关心的不是期中选举前，就是说如果战争继续打，期中选举后，好一个假设的状况，如果共和党在期中选举丢掉，好，他那个态势已经是这个川普提早进入一个不一样的境界。坦白讲，是他不喜欢看到的境界。好，那他再也没有理由去讲说中国介选了嘛。好，我记得2020年他打败仗那一次，他就说这个有中国介选。那新的状况出来，跟这一场战争的这个连接性，反而是我们现在会比较关注，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国际的样貌出现？好，要不然就是大家拉帮结派，然后自己没在那怕，叫隔壁来怕，然后一打都打到外面去了。好，大概是这样。武正，
我觉得现在问题是说，川普这个美伊战争现在也不能随随便便结束，因为我前几个礼拜去美国一趟，然后有机会碰到一些就美国当地的年轻人，就不是在美国台湾人，就是美国人这样。那我就跟他们聊一下。那其实对一些现在美国就是他社会的看法，有一部分觉得，即便是当时。支持就是川普去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啊，你说伊朗要做核武嘛，然后这当然不能坐视不理。可是他们现在也觉得说，那如果你好像最后也没有真的把他所谓的这些地下基地真的处理完，然后把铀浓缩设施移走，你就结束，那不就证明说从头到尾这个战争没有必要嘛？那你就自私正当性了。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比较就是说就美国或川普，如果他要去重建全球对他的信任，以及美国国内社会对他的信赖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关卡。那问题是现在也说，大家其实就包含最近也在说嘛，说怎么最近股票一直跌，当然众说纷纭了。但其中一个也是认为说因为现在大家很担心，说接下来美国联准会到底会不会升息。现在我刚刚上这个 Fed Watch 这个网站看，现在他们上面投票，大概认为联准会在9月来升息的预测几率大概是60%几，那也表示说，其实市场对这件确实是担忧。那所以就看到说，这当然跟美伊战争一直结束不了有关系嘛，因为本来美国6月的 CPI 就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是有微幅下降0.2%、0.3%，可是这个是6月嘛，那到7月后来整个战争又连绵不绝，那油价又到了70几块，现在反弹会80几块，那所以到时候可能就是通膨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那如果真的这个事情一路延续到8月、9月，那其实现在大家已经有预期，理论上经济已经震荡过一轮，可是到时候如果联准会真的你说因为通膨太高了，他无法承受，他去升息，那其实对川普的国内选情冲击，对全球经济恐怕也搞不好再一轮冲击。原来川普打伊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伊朗因为通膨太厉害了，因为伊朗经济被美国制裁啦，这个资金被冻结啊，所以伊朗内部通货膨胀非常厉害。没有东西进来嘛，物资不够，所以川普才讲说，你既然国内上街头抗议，说我把你的首领炸掉以后呢，立刻你就起来抗暴了，就搞了半天，现在变成美国因为这个战争原因反而深受其害了。休息了，走回来。好，大陆的航空母舰福建舰弹射空警600，这种预警机固定翼，它这个翼就是固定的预警机。然后呢，他这个试飞员杨勇说有战友牺牲，就是在试飞的时候有战友牺牲。他说呢，飞行训练短20几天，所以这个杨勇呢先后经历战友重伤、牺牲，有重伤的，有牺牲的。因为这个飞机弹射出去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呢，这个中间的过程大概很有挑战性解放军报说，他建军的100年目标到了关键期，所以要注意力要集中在没有完成的任务上。那什么叫没有完成呢？这解放军大陆已经这个被他们拿去很久了，对不对？那什么还有什么叫做未完成任务呢？就是被人讲是不是要把台湾拿去？这叫做完成任务那另外呢，从川习会以后，共机扰台次数降到3年新低，什么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去年2025年全年有5461架解放军军机在台湾周边，过了中线的有3782架，那今年前6个月减少到1334架，去年前6个月是2762架，所以呢，1334还不到2762的一半，而且呢，上半年是810架过中线，去年呢1984架过中线，过中线也不到去年的一半，所以被认为说，是不是这个大陆因为川习会说呢降温了，那大陆国防部不承认。说呢，本来就是我们的，我们自有安排，我们要去多去少是我们自己来决定那另外呢，解放军有一个宣传片叫《制胜》就刚刚讲这个空警600发出去第一次呢试飞公开。那另外呢，今天有27架共机，11艘共舰、海警船共舰跟海警船在这个到台湾附近。那中国大陆昨天发射运载火箭。所以没有危害总统、副总统选举的时候，人家也是发火箭，我们
我们就发紧急讯号，都想说是发飞弹，飞弹就会打，火箭只是运载工具哈，那完全不同。我们看一下。2号位空警600。2号位空警600，投丢完毕。解放军空警600舰载预警机在甲板上就定位，准备起飞。单位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一声令下，空警600瞬间冲出甲板，成功弹射升空。大陆央视最新军事纪录片首次公开空警600在福建舰的试飞片段，不只释出细节，还有飞官第一视角画面。引机很大，弹射的力道必须像手术刀一样精准，短短几秒，速度从0冲至数百公里，你被弹射按在座椅上。解放军飞官回忆，预警机弹射速度短短几秒内就能从0冲至数百公里，人就像被狠狠压在座椅上，但同时要立刻接手操控飞机。从将近1秒压缩到0点几秒，而比起飞更难的是精准降落在航舰上，因为预警机机身庞大，面对的风阻也极大。央视影片还罕见透露，舰载机飞行训练的20多天时间，曾有飞行员重伤甚至牺牲。除了大动作发布军事影片，解放军8月1号建军99周年前夕，对台动作也同步升高。根据国防部消息，30号上午7点24分起，侦获解放军歼16、轰6等战机及无人机共22架次出海，其中16架次逾越中线与延伸线。不过整体而言，今年上半年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空域出动架次降到3年最低。对此，大陆国防部这么回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相关海空域活动天经地义，什么时间、怎么组织都自有安排。不过，香港南华早报分析，大陆减少台湾周边军事活动，可能是因为美中关系改善。但专家提醒，大陆在台湾周边的海警巡逻持续增加，依然不能掉以轻心。大陆发言人就说：“这是我们的，爱去多少就多少。”他是没讲说去多你们也抱怨，去少你们也吵闹啊！来，进。这个是大陆针对他8·1啊这个建军节99周年，他推出的宣传影片。然后这个宣传影片呢，它陆陆续续呢会有不同的这个主题。大陆在2025年的时候，8·1建军节的时候，他们推出的宣传影片是攻坚，就攻坚哈。然后呢，99年的时候呢，就是建军99年的时候呢，推出的是制胜啊。然后他在这个制胜的这个影片里面呢，会展示大陆呢非常多新型的新一代的武器啊，像包括这个2栖攻击舰啊，有无人机航母之称的这个四川舰啊，然后用这个空警600的这个视角啊，然后去看福建舰，然后这个试飞，还有呢，它里面呢，也就是从在比较吨位比较小的025D 型的驱逐舰呢，发射了远端的超高音速的飞弹鹰击20啊，那。这个025D 型的驱逐舰呢，是大陆现在呢服役呢最多艘的这个驱逐舰，哈，就是有35艘。然后它比较大型的、比较重的吨位的舰呢，是有10艘的055型呢，是那种鹰击18海红旗9号防空飞弹，然后还有这个鹰击18的亚音速飞弹。所以它展示就是说。中国大陆呢，它在这个西太平洋的所谓的拒止啊，这个防御的这个策略呢，就是越来越坚固啊。我们知道大陆在整体的啊，对它就像赵先生啊一再的就呼吁说，大陆只要台湾不独啊，大陆就不武。大陆不可能做这样子的一个承诺，就如同呢，你现在这个叫美国呢，把这个战略模糊转到战略清晰，或者是说。做出一个比较极端的弃台论，美国也不会这样做。所以说，大陆在整个这个对台的攻势的想定上面，当然都是会想定说美国是会介入的哈。它的介入的方式呢，经济介入啊，呼吁介入，当然最终的就是军事介入啊。虽然我认为呢，美国呢有80%以上哈，它是不可能介入啊！一旦台海发生战事的时候，不可能介入。特别是我们在美伊战争看到的，就是美国现在呢，它不可能出动这个地面部队去打一场呢，它没有办法有把握赢的战争。在伊朗都是，在美伊战争都是如此，更何况是台海。而且当川普呢讲出了说他不愿意飞到9500英里以外啊，来去为台独而战的时候呢，即便是
民进党呢不会宣布这个法理台独，然后美国的国务院还有这五角大厦的对中鹰派也不会放弃在美国在第一岛链的他要展示的这个威吓的控制权。但是大陆呢今天所展示的就是说，如果今天一旦在台海之间发生战事的话，他要让美国知道你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区域来介入，就是你如果一旦介入的话，你就要付出极大的一个代价。所以他不管是之前的时候呢，他发射这个巨浪2或是巨浪3，哈，然后到现在他所展现出来的，在整个的在第一岛链它的建军的作战备战区域禁止，从台海到南海，它都是采取这样的一个策略哈。我们前2天才在讲说，美国 AIT 不是公布了一个美国的海岸防卫队跟我们的海警哈，好像共同并驾哈，就好像在一起在执行任务的这个照片。他那个意涵当然是讲给中国大陆听的，就是说抗议啊，或者是说意指的就是说美国啊对于中国大陆的所谓的灰色地带的这种威胁呢，代表美国的一个立场。可是同一时间，大陆在做什么？大陆呢在今天才宣布了，他在我们的东部海域。这个中国的海警啊，在我们的这个台湾的这个东部海域这边，在执行他的这个任务啊，所以他完全的不为所动。而这样子的一个步骤呢，就显示得出，在有关于台海的这个战略上面，大陆方面呢是越来越有主动权的。来，吴征发言人，这其实我刚想讲的跟英姐想讲是蛮像的，因为只是说我看这个顺序反过来一点了，就是说中国最近它确实就是它对台湾的野心其实不会只是台湾的事情嘛，这也是我们在讲的，因为当然这我觉得这也不用掩饰，因为中国本来就是有想要成为区域乃至全球霸权的一个野心嘛。那所以看到他现在秀这个 muscle， 因为鹰击20，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个等于是最尖端的极音速的反舰飞弹。那本来它是只能装在大船，就刚刚讲05上面，05的满载排水量大概是13000、14000吨差不多。那现在是中型船052D 大概满载排水量7000吨，所以就是说本来 size 只有一半是装不上去的。那为什么他现在要把特别秀出来说，我现在只要这么多这个中型的船也可以装，他就要表示说我吓阻你的力量其实可以布得更广、更无所不在。那其实这个坦白说就不是单纯针对台湾，因为鹰击这一款飞弹，当然它的数据没有完全公开，但鹰击20一般认为它的射程可能可以达到1000公里，所以很明显它是要做一个对长程巨子来去万一爆发军事冲突来吓阻美军的嘛。那所以事实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都是中美之间在互相释放讯号，包含前天你说美国的 Coast Guard 就是海岸防卫队。就一般来说是抓毒品、抓走私，怎么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然后跟中华民国的海巡这样一起同框亮相？所以当然也是跟前阵子中国一直在台湾附近的水域，不论是对菲律宾，不论对台湾要去宣示主权，我觉得美国也是要去释放一个讯号说这个地方还是美国认为的国际水域等等如何。包含最近虽然是这个地方在中东，可美国前几天也特别释出一段画面，是美国运用无人艇神不知鬼不觉的去接近其他这个敌方的船舰。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双方在释放讯号，就是告诉对方说我现在手上有什么牌，你不要轻举妄动。那我觉得这个到这部分都还算正常。所以就是说在这种大国竞逐之间，我觉得最怕的状况从历史来看就是误判。有一方如果认为说对方很弱，我很强，现在一定可以成，那其实这个时候是会怎么讲，爆发冲突风险最高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当然因为现在美中竞逐就是一个全球趋势，但至少是双方把讯号互相的放清楚，那不要让有一边轻举妄动那我觉得还这样的一个平衡的趋势还可以维持下去。基本上了。前2天这个美国 AIT 公布，这很少公布的。我相信以前一定也搞过，只是没有公布。美国的这个 Coast Guard 跟台湾的海巡，所谓第2海军并驾齐驱在海上航行，公布这个照片。那大陆接着有反应，其实都是美中都是不甘示弱的。
哦，不可能因为美国跟公布了这张照片，大陆就安静，不可能的。哦，所以呢，台海美中还在角力啦。不过刚刚吴峥讲说不要误判了，俄乌就是误判了，美伊也是误判了。哦，所以呢，打仗的时候常常会误判。哦，所以误判要非常小心，因为你开战很容易，要结束非常困难的。休息一下再回来。